大家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南怀瑾老师有关一阳来复和活子时的论述。冬至前后温阳出生之阳气正当时，佛家道家打坐练功夫叫做闭关，这个闭关也出在易经上，先王以至日闭关。注意呀，至就是冬至和夏至，至日闭关这句话如果老师们不传，谁也读不懂那些书。我是吃过苦头的，很不愿意你们也吃苦，所以我知道了就告诉你们。学奇门遁甲有一个口诀，阴阳顺逆妙难穷，二至还乡一九宫，若能到达阴阳里，天地都来一掌中。阴阳顺逆妙难穷，阴阳顺逆倒转，这个中间的巧妙就是宇宙法则妙难穷，你永远搞不透。二至还乡一九宫，什么二至还乡？其实就是冬至夏至一阴一阳，一顺一逆回到那个本位。二至还乡一九宫，一是阳数的开始，九是阳数的极点，一始一终，这可不简单了。这四句话最诱惑人，但是我现在这样一讲，就算你们都懂了，可是你天地也拿不到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一句话只是告诉你法则，阴阳顺逆的确是妙难穷，你真懂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先要解释二至，冬至和夏至就是一顺一逆。易经有句话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这是中国古代文化。一个人闭关，每天一样，每月也一样，到了那个时候就要清心寡欲，斋戒沐浴，就是打坐修行了。拿佛法来讲，就是六根六尘都关起来，叫做闭关。至是一阳来复的时候，或者一阴出生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把握住天地法则，你打坐1个时辰，也就是2个钟头，等于你做3个月的功夫。当然这是吹嘘一点的，是鼓励性的，但是把握时辰打坐的话，功效绝对等于你多做几次是真的。易经的复卦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一年只有2个至日，冬至和夏至，一阳出生叫冬至，一阴出生叫夏至，也叫做长至日。夏至那天白天最长，过了这一天慢慢白天缩短了。冬至那天白天最短，过了冬至白天慢慢放长了。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化，老祖宗们懂得在至日闭关。什么叫闭关呢？斋戒沐浴清净，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理，这也就是温养了。就好像婴儿刚刚生下来，放在温室里保养，这个时候阳气一来，只宜温养之，这就叫做子午温养，像培养幼苗婴儿一样。怎么培养？不增不减，顺其自然。一阳出动之时，理论到这里都讲了。此时当温养潜龙，勿可轻用。拿修道来讲，易经的道理，功夫做到阴阳凝结，得了大定，这一步新的生命在将开动未开动之间，要把握住。这要真智慧，要懂得理论，才晓得如何做功夫。此时当温养潜龙，要培养它，要好好保护，勿可轻用，最好不要用。阳气动，念头不要跟着动。人有时念动气就动，气动了念会动，阳气来你非要动不可，等于一个人身体的阳能发动，那是好事。普通形容为大有春意。这个人青春年少，阳气经常发动，不配合男女的欲念，好像生命永远在增加，配合了欲念一用，阳就完了。摘自我说参同气。闭关这2个字是出自于易，先王以至日闭关。什么是至呢？日子到了就去闭关，不是这么解释。中国历法有2至，夏至与冬至，夏至一阴生，冬至一阳生。冬至是在阴历的11月之间，冬至一阳生，阳气出生，属于复卦，一阳来复，恢复生机的意思。2阳是在12月，到了3阳则是正月岁首。所谓3阳开泰的天泰卦，又称为3阳开泰，阳是吉祥的意思。我们现在阴历以正月为岁首，这是周代文化，周代上一朝的殷商，则以12月丑月为岁首，再上一朝的夏朝则以11月为岁首，取冬至一阳生之意。中国的老祖宗先王闭关做什么呢？斋戒沐浴。持斋不是吃素，吃素不是持斋。其实吃素也不能叫做吃素。什么是素？很难讲，素者白色干净，应该说不吃肉最准确，更不能讲成持斋，
斋者清净谓之斋。真正持斋的意思是洗心退藏于密，把自己的心洗得干干净净，一念不生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，空了，找不到了，所以叫做退藏于密。斋字圆觉经略说，宋代深通易经的河图洛书，先天相术之学的邵康节说，冬至子之半，月令上11月的冬至节是正子月的开始。修道的、学佛的、做功夫的，要特别注意邵氏的是，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，地阳出动处，万物未生时。在月令上是冬至节，在一天中是正子时，这时就是息。人内心做到无念空灵的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没有加上想，没有妄念，呼吸达到不呼也不吸的境界，这是生命的正子时。做功夫如能随时做到这样的境界，那么随时都在活子时的当中，这样自然会长生不老，返老还童了。这时是天心无改移，自己的心也不动，天心与人心合一，是天人合一境界。摘自孟子与滕文公稿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